在越南租車真的免費嗎？這部影片看完之後再來跟我解釋吧。大家好，我是芋頭，我跟我的夥伴是在越南待2個月左右的觀光客，然後我們拿了一台機車，然後從河內騎車一路騎到胡志明市，那算是完成了一個壯舉。我也得跟各位抱歉一下，就是這一集是算是一個標題黨，因為我們並沒有在越南租車，我們是在越南買了一台車，然後再把它賣掉。只是買車跟賣車的價格差不多，賣車的價格甚至還高了一點點。這個價格合在一起，基本上就跟免費租車沒什麼兩樣。如果有些人會擔心法律上面的問題的話，那我會在影片的後半段解釋這一部分。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看當時真正發生的一些事情的話，這支影片裡面有講清楚我們當時是怎麼樣買車的，以及我們拿到車以後公路旅行的一些過程。我在這一支影片主要會聚焦於好好解釋一下我們當時在買賣車的時候碰到的一些經驗。首先就是買車，再來就是賣車。那在買車的部分的話，我會再把它細分為進攻跟防守，去好好的解釋我們是如何買到車子的。現在是一個 AI 的時代，所以我們當然會使用 AI 工具去處理它。那我們使用的 AI 工具大概都是這些，全部都是免費的。那我們是 AI 的免費仔，然後我們使用 Perplexity 去找在地的群組，然後用 Cloud 去設計文案，並使用 GPT 去跟人家講價。那我們是如何在越南找到買車的群組嘛？我們主要是使用臉書去找它，但是臉書的群組百種，我們就用了 Perplexity 去詢問了一下。我自己還蠻喜歡 Perplexity 的，因為它在查詢這種資訊的部分上準確率，我自己覺得啦，在免費的 AI 裡面是最高的，所以我們在裡面有找到一些有買賣機車的群組。那越南的臉書群組，它事實上還蠻地區化的，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群組。像我們當時搭飛機是來到了河內，所以我們就是找了一些河內的群組。接下來就要進入我們的進攻跟防守階段。我們先從防守的部分開始講。當我知道有哪些群組是真的有在賣機車的，我就會在那些群組裡面發文，然後去跟人家講說，我想要什麼樣的機車啊？如果真的不知道我要什麼樣的機車，我就會說我想要一台機車，然後我的預算大概是多少錢。在買車的部分相對容易一些，因為當我把一些文 po 上去之後，會有很多不同的賣家會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但是我們發現說有一個很特別的點，我發現就是越南人好像不太常在乎我的預算。我打個比方好了，就是我們當时買車的时候，我們明確定我們的預算大概就是600萬越南盾，但是我們常看到1000萬以上的車，或者是有一些租車公司會丟美金給我，預算就是很明顯不達標。所以在這一部分的話，我們就得採取進攻的策略。我們在很多人在下面留言的時候，我們就會一個一個人去找那些人的时候，我並不是直接去私訊他，我會點進他的頭貼裡面，然後我去看那個賣家他有在哪些群組裡面發文，所以我就會進而去找那些群組，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些越南人的在地群組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你馬上就知道這個群組是有人在看的賣機車的群組，他們很多人都不講英文的，然後全部都是越南文，你不懂越南文，我也不懂越南文。這一部分的話，我們就使用了ChatGPT 去跟越南人去談，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把它叫成進攻的原因，因為你碰到了每一位賣家，他們不見得，應該說70%的賣家可能都不會講英文。我自己的話是用 GPT 跟人家去談價，價格事實上談的都還算不錯。最後我們拿到了一台250萬越南盾的機車，它長得沒有到很好看。這個部分的話，你可以去我的那個公路旅行的影片，你看得到。當時找到這台車的原因，主要不是因為這些賣家找到的，而是我在群組裡面看到了另外一個越南人，他也想要買一台二手機車，說是代步用。然後也是一樣，有很多越南人在下面留言，其中一個留言有吸引到我，就是那個賣家說他的車子長得沒有很好看，那車子就可以隨便買這樣，所以我就去聯繫了那個賣家。對我來說，假設我是一個買家，我比較傾向賣家誠實一些。基於這個理由，我們就去跟那個買家去買車。這台車也成功的讓我們從河內一路騎車騎到胡志明市，中間還爬了好幾座山，最後在胡志明市把車賣給了別人。這段公路旅行我們持續了1個月到2個月，然後我們在達累待了一陣子。那這一部分的話，你可以在下影片裡面找到，是一個很讚的車子，我們很喜歡。那達累距離胡志明市大概的車程就是7個小時，事實上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所以我們是在準備要離開達累的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賣車的資訊開始 po 上一些臉書群組。那如何去找賣車的群組呢？事實上做法就跟買車一模一樣。
並不會就是說買車跟賣車差太多，在使用方法上，但是使用感覺上差得非常多。也是丟了很多不同的群組，然後價格的話，我們剛開始是拉的，確實是高了一點點。那拉高也是有它的主要原因在，主要是因為在臉書上如果你做交易買賣在碰到殺價，基本上是無可避免的。所以我們自己也會提高一些價格給人家殺，這樣子可以保證說我們的價格雙方都滿意。再來另外一個方面，是因為我們的機車在路上我們有更換一些零件，所以我們有把一些零件成本算進去。這個價格對我來說是問心無愧了，就是也沒有賺到太多錢。事實上那筆錢剛好就是我們買車錢，然後把零件更換的錢加上去，大概就是那個樣子。為什麼說賣車比買車還要多了一些麻煩點？首先，賣車並沒有像買車這麼容易，我自己覺得，因為賣車你就等於說你就是那種有買家在上面 po 文，你要在下面留言的其中一个。那在越南，特別是胡志明市這個地方，機車交易不能說非常成熟，但是競爭非常的激烈。那什麼樣的賣車方式都有，就像你在越南看到商人如何去賣食物一樣，可能不見得是合法，不見得是非法，只要能賣給你就可以了。我們原本是打算在胡志明市待2周，然後花1周的時間把車給賣了，另外1周就可以搭飛機走人。沒有想到車子在第3天就把它賣掉了，速度也是快到一個離譜。至於為什麼會這麼快，這部分的話我們會採取更兇猛的進攻，給各位看一下，就是這是我的備忘錄，這些群組全部都是賣車的群組，然後賣車的群組怎麼找呢？也是一樣 ，Perplexity 真的幫了很大的忙，所以我們每天就是不停的放文，一天放文不要超過1次，每個人都會放很多文，所以你的文如果一天沒有放上去，那你可能隔天就被洗下去了。那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就像是在釣魚一樣。那我們這段時間我們在胡志明市享受了很多自然風光，想辦法不要去想這種東西，因為一直在想，事實上壓力蠻大的。我們在賣車的時候，我們事實上跟買家聊天聊很多，特別是外國的背包客。我們這一趟公路旅行，他有去證明它的價值。有很多車看起來漂漂亮亮，那你不知道它到底騎了多遠嘛，對不對？但是至少這台車你知道它騎了多遠，但是它長得沒有很漂亮，那你自己選。那有些外國人他們就是很喜歡這種真的有挑戰過的車子，那他們也願意去出一個還不錯的價錢去把它給買下來。我自己覺得還算異常的順利，然後說有時候造就有點不方便，因為我們現在在胡志明市的一些地方，然後沒有機車，你要去哪邊你都得去搭大眾運輸，就沒辦法那麼方便的哦。我今天想要去 mall 裡面去晃一下，今天想要去看個電影或什麼東西，然後就可以直接騎機車去這樣。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到胡志明市，你碰到這邊的交通，我相信你可能第2天就會想要把機車給賣了。我們接下來算個賬，就是我們買車花了這筆錢，大概是250萬越南盾，賣車我們賣出了這筆價錢，但是中間的更換零件的價格大概是這個樣子。所以全部加起來好像就是免費。那這段時間我覺得唯一沒有免費的東西就是回憶。那這段時間回憶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相當的精彩這是我第一次來越南，我先說。但是如果真的要我去推薦人說在越南要怎麼玩的話，我自己很推薦公路旅行，真的很棒。那越南它是一個很長的國家，所以你光是從北邊騎到南邊，你可能到花2個禮拜，但是那是很趕時間的樣子。如果你真的不趕時間，像我們一樣，那你可以慢慢來，你可以去享受很多過程，去了解很多人事物。最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法律跟風險，這個部分真的是眾說紛紜。我們從剛來越南的第1天，我們就在查這個事情，查到現在已經快要滿3個月了，還是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首先，越南的這交通的法律，它這幾年改變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有可能我現在跟你講的法律，再過個幾年或者幾個月已經不適用了。再來就是越南，如果你沒有注意到的話，他們的法律定得非常的嚴格，但是他們的實行效率，所以在外國人可不可以騎機車這一部分，我得老實說，就是很老實說，不見得是合法，我也不確定是不是非法，但是我們看到很多人在騎，所以這就是我們大概的發現。風險的部分，我覺得比起法律來說，更重要的點是你的人身安全。那如果你有在越南看到交通狀況的話，你會發現說他們的騎車技術，而且他們的汽車也沒有到非常的友善。我們在路上事實上有出過車禍，那如果你有看到出車禍的話，這一集沒有。你出車禍的時候也不要去想，就是說他們會有警察或者是
會有什麼保險過來賠你這樣，這都沒有，拍拍屁股就走了。所以你的自己的人身安全要顧，我會建議你買個保險啊。像我們這次沒有買保險，我覺得是一個錯誤示範。這一部分的風險，我覺得比法律來說還要大很多。當時我賣車給那個的意大利人，他也是有問很多關於法律的問題，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去回應他啊。我最後只能跟他解釋說，你提出去胡志明市就知道了。因為很多事情我們發現，整個越南只有胡志明市有那個法律，我不知道為什麼。反正這就是自己的個人取捨。這邊是魚頭，就是如果你下一次有到越南去做公路旅行的話，你可以分享給我看看，你有碰到什麼樣神奇的經驗，或許我們可以交流一下。先這樣，拜拜。